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6月15号，今天是星期一。那么我们知道，意大利的理工大学研究团队，它研发了一款新型的涂层。那么经过测试表明，它可以起到一种过滤的作用，可以有效的消除病原体，包括新冠病毒。那么这个涂层它使用的二氧化铋和这个纳米银离子的技术，可以应用于不同的物料表面。目前这个技术呢已经获得专利，准备投产并投入市场。那么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呢，也曾经研发出抑制新冠病毒的涂层。研究结果显示，这个大学的杀菌涂层不仅能够有效杀灭99.9%的麻疹、腮腺炎、风疹等高传染性病毒，也可以杀灭99.9%的杯状病毒。那么猫杯状病毒呢，被视为检测杀毒效果的指标，它的抗药性呢，甚至高于所有冠状病毒。病毒呢，一般它是在手机的荧幕上存活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新冠病毒在手机和布料上的存活时间呢，是长于玻璃和金属。所以研究人员他们在纽约、在悉尼、在新加坡等全球有6个不同的城市进行了采样分析，他们发现了病毒可以在物体表面存活的时间呢，从2秒到3分钟不等。所以我还是不明白那新发地的这个三文鱼为什么能待那么久时间。那么病毒在不同物体表面的存活时间呢，取决于表面的材料、那环境温度呢和相对湿度等等。那么病毒通过飞沫附在物体的表面，当飞沫蒸发后，病毒呢它就会迅速死亡。所以研究人员建议是，相比于玻璃、金属等物体表面，金属这个表面来说呢比较容易清理，但是更要关心手机的荧幕、棉质和木质等物体表面的清洁。昨天呢有个题目没有讲完，讲的是中国的13所高校它被禁止使用这个核心的软件。这个 MIT LAB 的 MATLAB 的软件呢，是美国的 MathWorks 公司出品的商业数学以及科学计算仿真软件。那么哈工大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北航等中国高校的师生，最近先后发现，他们自己在使用被称作工科神器的 MIT LAB 的软件时，被显示授权许可无效。经过和 MATLAB 开发公司在 MathWorks 交涉后才知道，原来他们自己所在的院校已经被美国政府列入了受限制的实体名单，相关的授权呢已被终止。那么现在这种消息在中国的科技社群中引发了学术界和技术界的广泛讨论，迅速发酵。那么软件呢，它是由美国的 MathWorks 公司出品的商业数学以及科学计算仿真软件，用于算法开发、数据可视化、数据分析以及数值计算的高级技术，这种交互式的环境。但是这个软件呢，它其实包含着有10个工具箱，它的功能涵盖了数学，涵盖了电子通信、机械化工、汽车、航空、电力能源、经济、金融、生物医学等多个学科，在工业制造、学术研究等领域呢，近乎这种垄断的地位。当今世界上有几百万的工程师和数学家都在使用这个 MATLAB， 中国的各大高校也相继引进了校园版，其中就包括了哈工大。那么有业界的人士他们指出来，如果一旦这些高校被 MathWorks 公司持续禁用 MATLAB， 那就意味着这些学校的师生或者研究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或者从事商业项目，它的成果原则上都不能够再包括任何基于 MATLAB 的项目。比如说不应该出现利用在 MATLAB 得到的数据表格，无论使用的是正版还是盗版，否认将会面临着被起诉的风险。这对于中国国内相关企业和研究者带来影响不小。那么这种影响呢，首先呢，被禁止使用 MATLAB 的大学呢，
现在都要开始大规模的转码，老师要开始学习爬虫啊，这是种软件的名字啊，还要把课件、习题、项目的代码都改成爬虫。估计未来1年的团队工程都是做转码，未来几年呢，可能这些大学都没有任何科研产出，它就算有也不敢公开发布，因为是违规的。进入了黑名单的这些中国国内的高校呢，今后他们在出口、在进口、在转口等方面都会受到美国的出口管理条例限制，未经美国政府的特别许可，将无法和美国公司进行任何的商业交易。在获得美国科技方面将面临新的限制的同时， MATLAB 所属的公司 MathWorks 它终止了对中国有军方背景高校的正版授权，就是说美国的技术制裁，这是一种直接的体现。MATLAB 它的被禁呢，可能只是一种开始，更多的要来自美国的软件你可能都会配到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你看看你电脑上的这些软件，有哪个不是美国的？最著名的是比如说美国的 Autodesk 公司的这个大名鼎鼎的 AutoCAD 这种软件呢，它做建筑、机械、汽车、基建都要使用。还有中国高校的工科学生，他们罗列了自己平时使用的工业软件打个比方，第一像这个制图软件有这个 CATIA 有 POE 有 SolidWorks 有 AutoCAD。那第二种呢，叫做多缸体动力学的软件有那 Adams 有那个 RECURDYN 第三呢是车辆和流体动力学软件像这个 CRSIM 或者是 AMESIM 或者是 TracksSIM。第四呢是叫做热固流耦合受力分析，叫做 ANSYS， 还有车辆通讯，叫做 CANOE。而上述这些软件公司的大多数隶属于美国、法国和德国，所以这会出现了一种很可怕的一种极端的形象，对中国的高校教育有个很沉重的打击。就是如果这些软件都不能用了，那么中国的工业，包括所有的理工科学生，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公开的资料表示哈工大、哈工程都具有军方的背景，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他们一起都是直属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被外界称为中国的国防七校。不久前美国政府他宣布了新的政策，决定取消了和中国军方所属大学有直接关系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并将这些人驱离出境，估计大概有3000多人。虽然我们知道近期哈工大学生他激活 MATLAB 的尝试失败了，授权失效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针对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软件禁用这个题目吸引了大多数人的目光。那么中国有可能开发自己的 MATLAB 吗？那要开发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呢？如果禁用 MATLAB 这招呢，理论上中国人说是我们不怕。比如说你看看2001年5月份的时候，这个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早就登上排行榜了，登到这个实体清单已经19年了，学校照常发展，它说明没问题。他说 MATLAB 呢，它不具备光刻机和 EDA 这种设计软件那种不可替代性。美国除了失去了 MATLAB 的市场，不会有其他的任何收获。但是我们知道 MATLAB 多数是盗版所以谈不上失去市场。那么无论是替代方案还是研发国产软件，那么就具备一种非常高的可行性。那么就会找到一些国产的软件代替吗？比如说有一种榜样的力量叫 WPS， 我们知道这软件是很旧的了国产软件虽然不多，但是不是没有，大家都在用，叫做 WPS Office， 是金山软件开发1989年发布的 WPS 1.0 版本，最新版本是 V11。WPS 的功能完善，能够处理文字、表格、演示等多种格式那你就要查一查当初金山开发的时候有没有用到美国的专利呢？这种 WPS 支持 PDF 文件格式全面兼容微软 Office 97到2010年，这又是盗版了，现在已经不授权了。还有第二，它的开源软件叫做 SCILAB， 叫做 ScienceLab，
的 ScienceLab 是由法国自动化研究院的科学家主导开发的，也是一款开源软件。你再查一查是不是有美国的专利。1994年，它发布的第一个版本是 V1.1， 最新版本是2020年的2月份发布的 V6.10， 它支持 Linux、Windows 和 Mac-DOS 所有平台。它是有一个丰富完善的功能，比如说科学计算啦，比如说数学建模啦，比如信号处理啦，比如矩阵处理啦，比如数据分析啦，比如决策优化啦，比如线性控制啦，比如非线性控制啦，比如图形显示等等。那么它又同时提供了这种工具箱的扩展的机制啊，比如说 SCI-COS 啊，信号处理工具箱啊，图语网格工具箱等等。那么 SCI-LAB 它提供了另外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就是语言转换函数。可以自动的把 MATLAB 的语言编写的程序翻译为 SCI-LAB 语言，极大的方便了已经有项目工程代码迁移和转换。所以目前中国的很多的高校和科研的机构都在使用 SCI-LAB。那么从2002年开始的时候呢，这个 SCI-LAB 呢都在中国举行各种各样的竞赛，然后鼓励使用 SCI-LAB 啊，就是避免这个 MATLAB 的一种垄断。03年的时候呢，西安交大和清华大学在西安也是共同主办了2003年 SCI-LAB 的竞赛。那么04年的时候，厦门大学在厦门举办了2004年的 SCI-LAB 的竞赛。那么诸多的竞赛每年都会发生还有05年的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与武汉理工大学在武汉共同举办的2005年的 SCI-LAB 竞赛。那么仅此种种列出来了这种竞赛，那回过头来又忘了，那么这个 SCI-LAB 到底是源代码是谁开发的？所以以此类推，你可以想象到，几乎在中国所有的理工学院、理工大学，他们使用的所有的软件，包括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发表的文章，只要有任何一个项目使用到了，那么相关的软件有美国的版权美国的这个源代码，很可能就会受到制裁。那么理论上，他们所有提供的数据都是非法的，那怎么可能有中国的任何的进展呢？他们的科研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所以现在是吹哨，在业界人吹哨都喊着这个 SCI-LAB 可以代替 MATLAB， 但这两个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有人问说，那多久可以写出一套 MATLAB 呢？到底是使用 SCI-LAB 呢，还是开发自己的软件呢？两个方案理论上都是可行的。那么有人介绍说，那么我要加入 SCI-LAB， 那 SCI-LAB 是开源软件他们遵循 GPL 的开源协议，用户可以自由使用这个软件，也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修改源代码。还注意修改后的源代码，它也需要遵守 GPL 的协议，也就是说，源代码和用户手册都是公开的。那么以此情况就是说，大家就认为你可以使用转换，还是说你可以新开发一个叫做 China-LAB 的项目？那么 China-LAB 的项目自然又是不管版权了大家都参考学习嘛，参考学习就是先抄一抄嘛。那么 ScienceLab 的源代码，那么按照一般软件开发和设计速度，应该不会超出1年就可以开发出 1.0 版本。那理论上说，如果那么容易开发，为什么不早开发？所以我们当然知道中国无心，人人都清楚，美国禁售，华为陷入了困境。那么让人忘记了2年前在中国的媒体热炒的一个新闻，当时我们记得新闻叫做中国国际专利，他们说是世界第2了。那么专利第2的国家为什么对国外那么依赖呢？那么一旦被制裁的话，怎么会断粮呢？那么华为，中国人的心中足以和这个思科、高通这些科技巨头相比，那么一个禁售令的话，立马陷入危机。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中国是国际专利的世界第2。2018年3月，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的这个公布的2017年全球各国申请注册国际专利的数据，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达到了48882家，仅次于美国，首次升到了全球第2。3年内有望赶超美国，坐上头把交椅。媒体统计中国的专利，并且看着离超越美国非常近了。那么申请者中，我们发现了华为的技术和中兴的这个通讯这2家的中国通信设备厂的这个申请专利荣居榜单的头2名。那么既然是专利世界第2的大国，怎么会因为美国芯片禁售就陷入了停工的境地呢？
那么问题呢，显然肯定就不在于专利的数量了，那么很可能是质量。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专利呢？那么中国申请专利的质量是怎么样的呢？长知识啊！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专利的类型。专利的类型啊，包括3种：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发明呢，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它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实用新型呢，就是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它的结合所提出的适用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外观设计呢，就是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它结合以及色彩及形状、图案的结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并适用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其中，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最高，它的申请量、授权量就代表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技术发明能力水平。业界认为呢，一个国家他们的专利水准有4个阶段：申请量的大国阶段，第2变成了发明专利超过了实用新型阶段，第3呢向外国申请飞速增长阶段和各项人均指标达到世界水平阶段。申请量的大国呢，它又分为3个阶段：实用新型专利居首，发明专利居首，外观设计居首。那么专家认为，中国处于第1阶段的第1步，就是说小学还没毕业，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他们专门申请的专利的申请量中，发明类的占了绝大多数。而发明的专利又分为这个产品发明和方法发明，这2者区别在哪儿呢？前一阵我们听说中国炒4大发明中国的新4大发明是高铁、移动支付、即时通信和共享单车。作为常识，人们都知道这个高铁并不是中国发明的。世界上第1条高铁是日本新干线，而中国的高铁技术呢，来自于用市场换技术的庞巴迪。移动支付的鼻祖呢是 PayPal， 马斯克记住了。那么即时通信开山之作呢是 ICQ， 而共享单车的模式呢最早出现在英国。所以中国牛逼之处呢肯定不是在发明，那么而是依照本土的需求呢丰富了它的功能，就是基于原创技术改进的应用专利，并使之市场化。所以我们都明白了，那所谓的世界第2的中国专利呢，除了外观实用新型以外呢，那么发明类呢也不过如此，基于欧美原创技术的改进专利，而核心技术部分呢还是在欧美的手里。举一个反例以前媒体热捧的中国芯儿、龙芯，虽然只是486的水准，但一直以完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而自豪。几年前呢，在量产之前，他突然跑去美国给那个 MIPS 的 R 系列，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发的这个 RISC 工业产品的微处理器，这些系列为很多的计算机公司采用构成各种工作站和计算机系统，他交了一笔昂贵的专利使用费。芯片的核心技术呢，它绕不过这个 MIPS 的方法，不交专利，不交费用，无法进入生产和销售。你做了新产品，那你用了人家的方法，产品是你的，而方法是他的，一旦进入市场，还是要交专利费。这就是很多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真相，你被别人捏着脖子。那么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本身它内部还是知道怎么回事的，他们很谦虚，他们说这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做事情。所以新4大发明虽然还说不上什么高科技，但是着着实实是站在欧美科技企业的巨头的肩上。那么你站在巨人的肩上的中国企业呢，外人看上去呢好像有了可以和国外科技企业比肩的高度，但是请注意，中国的企业它脚下踩的不是大地，它踩的是外国核心技术的肩膀。虚荣的民族自尊心呢，就让人产生错觉，人们坚持认为中国高科技已经比肩国际巨头，可以抗衡欧美，甚至对抗世界。所以我记得这个胡鞍钢他曾经断言过说中国已经全面赶超美国，于是就出现了充满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厉害了我的国。简简单单的一个禁售，就让中兴，让世界第2的中国专利申请量出现原型。
本来爱国者预先拟好的剧本是抵制美货，一个禁售进行反转，那不用你抵制了，我们不卖你了。那么现在呢，情况大反转，通过美国对中兴的禁售制裁，当时人们明白了，专利的含金量是不同的，竞争力也就是不对等的。改进的技术专利纵有千百项，如果核心技术从高端源头卡死你，企业依然立刻完蛋。所以现在社会里啊，我们讲的是共赢啦，企业之间有竞争啦，有协作啦，没有一家的企业是可以做全整个产业链的。纵观世界，你做 CPU 的也只有美国啊，没必要每个国家都去做 CPU， 合作呢才是最佳的选择。当然，现在美国已经不跟你合作了，你中国做出一个战狼的姿态，美国当然要跟你对抗，而这种对抗的姿态害苦了中国的企业。华为和中兴很快就是个悲剧了。虽然华为违反了伊朗禁令，和伊朗做生意，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啊，未来几年很可能是大家要考虑怎么样拆分华为，把华为的它这个通信技术和它的手机的业务给它分开，分成不同的公司。华为这个名字会不会也以后消失呢？虽然现在中国现在才明白产业链的合作是王道，但是已经晚了，因为大量的产业链呢被川普、被其他的国家纷纷吸引到中国以外的地区去了，那么这就很麻烦了。我们说到全球制造业呢，它大体可以分为4个梯队。首先是美国工业互联网支撑的最高端制造，然后就是德国、瑞士、英国这个欧洲的精密制造，然后是第3梯队，就指中国。中国是第3梯队，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有着庞大的资本规模和高效的生产效率，也涌现出了这个优秀的制造品牌和产品品牌。排在下端的就是印度、非洲国家的低端制造，他们现在正处于高度的发展之中，但是工业体系还不完善，效率也没有太高。但是中间出了一匹黑马，这个黑马是未来的明星，它就是越南。越南制造比较火，越南同样属于第4梯队，他们现在的情况呢，有点像30年前的中国大陆，它冲破了生产关系的束缚，他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廉价的劳动力充裕，而越南人工的成本呢，只是中国人的1/2。虽然越南的工业体系不完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那么它的首都胡志明市本身就是一枝独秀，其他区域呢相对落后。那么更大的区别在于啊，那么越南它制造崛起的基础则来自于国外的投资，而不是靠国内的消费拉动的。虽然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呢，它的全球下的重新分工，加上美国，加上其他的国家对它的支持，让越南已经有了一定的后发优势。简单来说，越南的系统比印度更加健康。越南现在正在吸纳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本，同时它努力革新国内的政治环境。越南是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他们和美国打仗，他们和柬埔寨打仗，他们和法国断断续续的战争持续了40年。到了现代，领导人终于明白了，战争是罪恶的，无论你是否取胜，都会拖慢国家的发展进程，以及影响国民的生活层次。所以越南聪明了，他们招商，他们开放，他们革新，他们灵活，他们变成了越南日益醒目的标签。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啊，当时我们知道是 Made in China 的标语流行全球了，什么耐克、阿迪达斯的工厂全部都设在中国。那么当时我们记得啊，这个圣诞节呢，西方国家的父母会搞一套精美的圣诞树、圣诞老人的玩偶，这些呢全部都是 Made in China。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习惯了这些礼品、这些礼物、这些玩具全部都是从中国产的，而中国专家呢，并不觉得 Made in China 是什么真正光荣的事情。他们一直想教唆追求 Design in China 或者是 Create in China。但是最让中国尴尬的是呢，中国目前为止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品牌，那么 Made in China 呢就已经保不住了，取而代之的变成了 Made in Vietnam。越南人抢走了中国人嘴边的肉，抢走了中国人的订单，这些订单全部都是从中国嘴边漏掉的。首先，它的衣服、鞋帽的制造订单已经很多了，阿迪达斯他们更多的鞋子和衣帽都标志着 Made in Vietnam。在纽约，你去各种中低品牌的店里，你会看到大多数的衣服制品
全部都是越南产的。那么同时，耐克鞋他们在越南的产能也日益加大，10年前就超越了中国。现在越南产的耐克鞋它总产能的50%，而中国只占耐克的20%。而日本著名的品牌优衣库呢，3年前也转产去了越南。除了这些国外品牌以外呢，他们又扎根于什么中国的广东啊、福建沿海的国内潮牌衣帽也跑去越南，因为人工太贵了嘛，中国。他们就贪图越南的廉价劳动力，还有越南管理者对于制造业的那份尊重感。同时，越南的电子厂也快速发展呢。那么，代工大王富士康，我们都知道啊，越南的郭台铭是非常重视这一个区域。那么，代工出身的这个郭台铭呢，他们知道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虽然他们的主营业务还是在这个郑州、成都等等，当时啊，但越南是作为了郭台铭的一枚后手贤妻，以后肯定会发生大量的作用。那么四海为家的台湾人呢，他们也可以驾驭好越南的风情。同时，苹果的电声供应商叫做歌尔声学，在2018年开始在越南投资建厂，总体的战略布局就是以中国山东为研发总部，越南做加工制造。于是，大量的中国高级管理人员坐专机飞往越南，继台湾干部以后呢，就变成了第一批四海为家的中国干部驻越南。而这个例子里，我们知道啊，歌尔声学掌握着大量的专利技术，而且客户资源呢非常丰富，包括了苹果、微软，包括了 Google 等等。这意味着越南制造的订单有着非常大的潜力和机遇。至于说三星这个最有头脸的电子大咖，对于越南的感情早就已经相当的深厚了。那么众所周知呢，三星是把握着 OLED 的这个显示器超过了90%的产能，那么连苹果都要低三下四的求三星向它的 iPhone 供货。而出货量最大的 iPhone OLED 的生产基地就是在越南。那么如此级别的生产线呢，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带动周边的产业链。比如说，你像触摸屏 Touch Panel 或者 Display 玻璃，甚至光学透明胶，都会给越南带来广大的就业机会。那么由于三星在越南建厂，那么配套的企业呢就必须跟着过来。更重要的是呢，三星、苹果的品牌呢总有强大的这种升级作用。那么越南现在是大火，整个越南在飞奔。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啊，我们还记得中国人啊对越南总想起的是贫穷啊，是这个不高兴的这个战争啊。但是现在呢，完完全全变样了，越南就会成为一个腾飞的巨龙，会在盘旋在中国的南方，而且在美国、在欧美的支持下，在所有中国外围国家支持下，是刻意的把越南培植成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南方的邻居。同时，我们知道越南和中国还有这个岛礁的争执啊，还有这个石油开采的争执啊。越南知道他们的力量不够，所以呢，他们要把金兰湾交给美国。那么未来在美国的护航下，我可以有理由相信越南是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巨头。派 TV，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